日本為什麼沒有發現大慶油田？如果提前發現，還會去招惹美國嗎？二戰前後，石油堪稱工業的血液，誰掌握石油，誰就握住了戰爭的命脈。中國刚建國那會兒，百废待興，石油更是緊缺，外部西方封鎖，内部工業急需用油，大慶油田的發現才初步解了燃眉之急。其實早在20、30年代，日本就对中国的石油垂涎三尺了。滿洲国建立後，日本勘探隊幾乎把黑龍江、遼寧、內蒙古翻了個底朝天，各種先進設備從歐美買來，就是想找石油。可奇怪的是，大慶油田就在那裡，他們就是沒發现。那問題來了，如果當年日本在東北找到了大慶油田，還會不會跑去偷襲珍珠港呢？答案是不會。為什麼這麼說？我們先看看日本當時的處境。1939年，日本為了搶石油，在中蒙邊境的諾門罕跟蘇聯幹了一仗，幾十萬大軍上去，結果被打得灰頭土臉，慘敗而歸。北邊這條路堵死了，日本只能把目光轉向南海，可南海是美國的勢力範圍，日本一動手，美國立刻翻臉，石油禁運、軍事威懾双管齊下，直接卡住了日本的脖子。到1941年，日本石油儲備只夠半年用了，要麼撤軍認慫，要麼跟美國拼命。按日本的性子，哪可能甘心認輸？於是只能鋌而走險，偷襲珍珠港。但如果大慶油田到手呢？那日本等於在自家後院挖出了個油庫，有了穩定的石油供應，它完全可以先經營中國，再伺機北上或南下，根本犯不着去惹美國那個龐然大物。所以說，日本沒發現大慶油田，對中國抗戰而言，真的是不幸中的萬幸。那日本為什麼就沒找到呢？原因有俩，一是路子走錯了，當時國際地質學界普遍認為石油只在沿海地區才有，日本就沿着海岸線死磕。可大慶油田偏偏在內陸松遼盆地，方向完全跑偏。二是技術不夠用，雖然日本的設備在當時還算先進，但深層勘探和開採技術還是差得遠。加上幾次鑽探沒出油，日本就斷定中國是貧油國，徹底放棄了。反過來，中國為什麼後來能找到呢？關鍵人物是李四光，他大膽跳出海鄉生油的框架，提出陸鄉生油新理論，認定內陸盆地也有油。在他的帶領下，勘探隊從50年代起轉戰內陸，不斷積累經驗，終於在1959年松遼盆地打出了大慶油田，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送上了一份10周年的厚禮。大慶油田至今累計產油超過20億噸，幾乎撐起了中國工業化的半壁江山。那些在荒野中奮鬥的勘探工人和科学家吃了多少苦，才把國家從石油貧瘠的泥潭裡拽出來？他們的精神和貢獻值得永遠銘記。